作为一名高考监考老师，我见过太多有系统的学生了，他们将高考搅得天翻地覆，各种复仇打脸的剧情不断上演。直至这天，一个系统上了，它叫防作弊系统。可我还没来得及测试系统的功能，就听见教学楼的天台传来一声尖叫。这是怎么回事？秦老师，你来了就好。沈安这孩子和你关系好，他的数学就是你一手教出来的，你快劝一下他。秦老师，你别劝我了。我话，成绩一时的退步不代表什么。你现在自暴自弃，对得起你的父母和老师吗？可纵使我百般劝说，沈安还是坚决不肯下来。这时他的班主任凑到了。沈安这孩子不知道怎么回事，之前一直都是全市前3的成绩，可这几次联考竟然成了全年级倒数，各科老师没少给他补课。可沈安好像变了一个人，无论怎么努力，成绩就是上不来。看来又是那些狗系统在捣乱，否则以沈安的聪慧和努力，不可能成绩一落千丈。沈安，你先下来，我有办法帮你恢复到之前的成绩。老师，你就别骗我了。我向你保证，难道你现在连我的话都不信了吗？看着我坚定的眼神，沈安犹豫许久，终于还是走了下来。当我带着他回到教室后，同学们瞬间投来不屑的眼神，下一秒竟交头接耳地议论起来。要死要活的也不嫌丢人，人家王强每天上课睡觉，结果这几次还考了全班第1，沈安肯定是嫉妒他。闻言，沈安的眼神明显暗淡了下来，我立马制止了他们的窃窃私语，随后将沈安带到了办公室内。在仔细比对过他和王强的成绩后，我更加确定了心里的想法。沈安，不用在意别人的议论，你现在先回去上课，顺便帮我把王强叫过来。沈安虽还是一副沮丧的样子，却还是点点头后转身离开。很快，王强便一脸得意地走进了办公室。老师，我知道你和沈安的师生情谊深厚，他自寻短见和我可没关系啊，是他自己太蠢，才被我抢了第1的位置。我没想和你说这件事啊。那你找我过来干什么？既然你这几次考了全班第1，那对数学一定有很深的理解。我这里有道题目，你给我讲一下解题思路，顺便再巩固一下。闻言，王强瞬间双目一愣。很快，办公室内响起了另一道声音：系统快告诉我，这道题怎么做？由于宿主的探险值不足，现在只解锁了交换分数的功能，无法进行题目解答。果然系统在搞鬼，就是不知道我的系统和他的比孰强孰弱。眼见王强半天也憋不出一个屁，我终于淡淡的开口道：既然你不想说，我就不为难你了，先回去上课吧。等王强走后，我立马在心里盘算了起来。眼下高考在即，如果不能解决王强的这个系统，那沈安以后的人生恐怕就真的毁了。于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测验中，我主动申请到王强所在的班级监考。距离高考的日子不远了，这次测试是为了给各位查漏补缺的，希望大家都认真对待。可拿到试卷后，王强却满不在乎地玩起了笔。此时，沈安正全神贯注地在计算每一道题。为了防止悲剧再次上演，我立马召唤出了防作弊系统。检测到宿主周围有作弊系统，携带者姓名叫王强，可以先选定一名目标，进行答案交换。有什么办法吗？由于王强已启用系统功能，现无法使其撤回交换，但可以增加一个限制功能，让这场交换彻底作废。什么条件？王强的成绩必须达到及格线才能完成交换，请问宿主是否增加限制条件？增加。话音刚落，我便看到系统射出一道红光落在了王强身上。随后我在巡视时瞥了一眼他的试卷，发现他就在选择题上胡乱蒙了几个选项，即便全部正确，也远远无法达到及格。考试结束，同学们纷纷将试卷交上了讲台。秦老师，这份试卷也太简单了，你可以现在批一下我的卷子，正好可以当标准答案用。还得是班里新进的学神啊，竟然说这张卷子简单，还让不让人活了？听着同学的夸赞，王强一脸的得意。正当他准备转身离开时，我却一脸阴沉的拦住了他。好一个标准答案，你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好一个标准答案，你给我解释解释，这是怎么回事？王强看到那张几乎空白的试卷，脸上的得意瞬间凝固。秦老师，这一定是搞错了，不可能是我的卷子。搞错了？你是说我眼睛瞎了，还是说这上面的名字不是王强？选择题蒙对3道，总共9分，这就是你口中的标准答案？秦老师，您冷静一下。王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跟老师说实话。我昨天晚上没睡好，考试的时候头晕眼花，所以就乱填的。骗鬼呢！刚才还牛气冲天的说题目简单，我看他就是个银样蜡枪头，中看不中用。听着周围的议论声，王强的脸一阵红一阵白，他知道自己再待下去只会更丢人。你们给我等着！这孩子到底怎么了？之前成绩突飞猛进，真是让人搞不懂。不是搞不懂，是你们没见过外挂罢了。我的防作弊系统果然给力，不知道王强的系统现在怎么样了？警告检测到目标交换分数系统正在尝试反向入侵，能量波动异常。什么？反向入侵？这系统还挺横啊！我的脑海里警报声响起，仿佛有2股无形的力量正在激烈碰撞。我感觉一阵轻微的眩晕，眼前的景象都开始有些扭曲。能量对抗中，入侵失败，但对方系统已锁定宿主您为头号死敌，并发布了紧急任务。头号死敌有点意思，发布了什么任务？根据截获的信息，对方系统给王强发布了任务，让秦江身败名裂，被学校开除。完成奖励，解锁新功能学霸时刻。
另一边，王强正气急败坏地将书本扔在地上。系统，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怎么会失败？害得我在全校面前丢尽了脸。检测到未知高阶系统干扰，导致分数交换失败，紧急任务已发布，让秦江身败名裂。身败名裂，秦江，你给我等着！阿强，你怎么了？在房间里发这么大脾气？我在学校被老师欺负了。什么？哪个老师敢欺负我的宝贝儿子？就是那个数学老师秦江，他看我和沈安关系不好，就故意在考试后当着所有人的面羞辱我，还撕了我的卷子。他说我这种学生就不配参加高考。反了天了，一个老师还敢这么嚣张！我明天就去学校给你讨个公道，让他知道我们王家不是好惹的。第二天一早，走进办公室，就看到班主任一脸焦急地迎了上来。秦老师不好了，王强的妈妈来了，正在校长办公室里闹呢，说你当众体罚学生，侮辱学生人格，要求学校必须开除你。来的还挺快，这都什么时候了，你怎么还一点不急呀？王强妈妈在咱们这一片可是有名的闹事王，难缠得很，你快想想办法啊！办法我早就准备好了，既然你们想玩，那我就陪你们玩到底。我一推开校长办公室的门，一个女高音就刺穿了我的耳朵。没天理了，老师打人了！我儿子可是我们家的宝贝疙瘩，从小到大我连根手指头都舍不得碰，现在竟然被老师当众羞辱，这学我们不上了，必须开除他！王强妈妈，您先起来，有话好好说。秦老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校长，我没什么好解释的。你听听，他这是什么态度？他这是默认了。像这种没有师德的老师，你们学校还留着过年吗？妈，算了吧，我们斗不过他的。秦老师，这样下去影响不太好，要不你先给王强同学和家长道个歉，把事情平息下去。我为什么要道歉？你凭什么不道歉？你撕了我儿子的卷子，还骂了他，教室里那么多学生都看见了。校长，我相信为了应对高考期间的突发状况，咱们学校的办公室和考场走廊应该都安装了带录音功能的高清摄像头吧？此话一出，王强的哭声戛然而止。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快去把昨天下午3号办公室的监控录像调出来。调什么监控？一点小事没必要搞那么复杂吧？监控录像就是最好的证据，我倒要看看到底是我撕了试卷，还是某位学神的9分试卷，让他自己觉得丢人呢。当高清监控录像被投到大屏幕上时，王强母子俩的脸瞬间变得比纸还白。不可能，我儿子不会做这种事，这视频是合成的，一定是假的。够了，王太太，事实俱在，你还想狡辩什么？你这是诽谤诬告，学校将依法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王强母亲感觉丢人极了，拉着王强就想开溜。别急着走啊，我觉得这件事不能就这么算了。王强同学恶意诬陷老师，品行不端，我建议给予记大过处分，全校通报批评。校长，您觉得呢？秦老师说的对，就这么办，必须严肃处理，以正校风。系统，快想办法！警告：宿主声望值大幅下跌，复仇任务已失败，惩罚系统功能随机剥夺一项，剥夺成功，交换分数功能已永久移除。王强听到这话彻底崩溃，双目无神的被他母亲拽着离开了。放学后，我正准备离开，沈安却追了上来。秦老师，谢谢您，我只是做了该做的，真正能帮你的只有你自己。我绝不会再让您失望了。恭喜宿主成功守护一名考生的公平，系统经验值加100，防作弊系统升至2级。升级了，有什么新功能？新功能开启系统扫描，宿主可对半径50米内的任意目标进行扫描，侦测其是否携带系统，每次使用消耗10点能量。这个功能好，简直是人肉雷达。现在正好试试，系统扫描一下整栋教学楼。扫描启动，警告检测到新的异常系统活动。这次在哪个方向？目标位置高2、3班，系统类型消费返利系统。我站在食堂的窗口，看着一个穿着高2校服的男生正拿着饭卡疯狂刷卡。最贵的菜给我打包10份带走。同学，你可不能浪费粮食，吃不完我喂狗，我不差钱。目标姓名李浩，携带系统为消费返利系统。功能说明：每消费100元可随机返利，并获得学霸点数。学霸点数可用于兑换知识或解题能力。花钱买成绩，这系统倒是挺符合现在某些人的价值观。不过我总觉得有点不对劲。只见李浩提着10大份饭菜，大摇大摆地走到一个女生面前。美丽，你看，这都是我特意给你买的爱心午餐。李浩，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来烦我。你以为有点钱就很了不起吗？快点拿走。美丽，你别生气啊，我是真心喜欢你的，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做。我现在学习也变好了，这次模拟考试我可是全班前10。那等你考上清华北大再来追我吧。说完，陈美丽端着自己的餐盘，头也不回地走了，只留下李浩和一桌子饭菜，在众人看好戏的目光中显得无比尴尬。我悄悄跟到高2、3班的走廊，只见李浩将那10份饭菜一份一份地倒进了垃圾桶，把饭菜倒掉也不肯给其他同学吃，这不只是浪费，这人的心态有问题。陈美丽，你等着，清华北大算什么？等我攒够了学霸点数，直接兑换1个状元，到时候我看你还怎么拒绝我。返利到账了。返了500，还有1点学霸点数，简直太爽了！
看着他那副疯魔的样子，我意识到这个消费返利系统的危害。这个系统可能比王强的交换分数系统更大，它不仅破坏了考试的公平，更扭曲了一个人的价值观。我必须想办法阻止它。我回到办公室，脑子里一直在思考那个消费返利系统。花钱就能变强，这听起来简直无解。任何系统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一定有它的规则和漏洞。系统，你能分析出消费返利系统的详细规则吗？分析结果：消费返利系统的返利和学霸点数获取必须基于真实消费行为。真实消费行为什么意思？指产生的消费必须是有效且不可逆。例如，购买商品后，如果发生退货行为，则返利和学霸点数将被系统收回，并处以双倍惩罚。退货惩罚，我懂了。第二天，我特意在学校的小超市偶遇了正在大采购的李浩。只见他推着一辆购物车，里面堆满了各种最贵的零食和饮料，活像是在进货。一共多少钱？一共消费888元。小意思。这位同学买这么多东西啊？原来是秦老师啊，你有什么事？没什么，就是看你买了这么多，想跟你商量个事。老师最近手头有点紧，你这些东西原价卖给我怎么样？我直接转账给你。这老师有毛病吧？我花钱是为了返利和点数，卖给你我还赚个屁！不卖不卖，老师你要买自己去拿。那真是太可惜了，本来还想帮你一把呢。帮我干什么？我看你每天这么花钱，是不是为了追高二的陈美丽啊？我可听说她最讨厌铺张浪费的男生了。你今天买了这么多，转头要是被人看见你又扔了，她对你的印象恐怕要跌到谷底。听到陈美丽3个字，李浩的动作果然停住了。但你要是把这些东西卖给我，性质就不一样了，这叫资源转让，说明你懂得勤俭节约、合理理财。说不定陈美丽知道了，还会对你刮目相看呢。你说的是真的吗？我还能骗你这个学生不成？来，我把钱转你，你再去结账。这样一来，你东西也卖出去了，钱也一分没少，还在心上人面前刷了波好感，一举3得啊！看着李浩越来越动心的表情，我心里已经笑开了花。小子，等着你的系统惩罚吧。在我的连环忽悠下，李浩终于信了我的鬼话。那我就把东西先卖给你吧。合作愉快，快去结账吧，别让收银员等急了。李浩晕乎乎的拿着我的钱，付了那888元的账单。就在他付款成功的一瞬间，异变突生，我的头好痛啊！警告：检测到宿主进行虚假消费，构成欺诈，已触发惩罚机制，返利功能已冻结，学霸点数清零并处以双倍罚没，宿主现有知识将被随机抽取。不要啊！我的数学和物理。他感觉自己脑子里用钱攒下来的知识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下午的数学课上，我特意点李浩起来回答问题。李浩同学，你来回答一下这道题。全班的目光都集中在他身上。要是搁在以前，这道题对他来说简直是送分题。他怎么了？这题不是很简单吗？装不下去了吧？我就说他成绩怎么可能突然变好？原来是昙花一现。老师，我不会。李浩同学，你居然不会？上次模拟考这门课你可是最高分，这么基础的题目怎么会忘了呢？看来你需要好好巩固一下基础了。赶紧坐下吧。李浩羞愧地坐下，他能感觉到背后陈美丽投来鄙夷的目光，这比任何惩罚都让他难受。恭喜宿主再次维护考试公平，经验值加150，系统升至3级，解锁新功能系统干扰。系统干扰是什么？警告：侦测到高危新型强大系统正在快速接近。我的系统警报声还没停，一辆黑色的顶级豪车就一个漂亮的甩尾，稳稳停在了校门口，引得所有学生驻足围观。好大的排场！系统扫描它。正在扫描中。警告：检测到高阶系统，全能学神系统，系统等级5级，危险程度极度危险，宿主请立刻远离。竟然有5级，我的防作弊系统升了2次级也才3级，这差距也太大了。这系统有什么功能？功能过于强大，无法完全解析。目前已知功能：知识灌输、过目不忘、思维加速、举一反三。该系统旨在将宿主打造成全领域无死角的完美天才。这不就是智能机器人吗？这还怎么玩？很快，这个名叫林默的转校生就和他的管家一起出现在了校长办公室，而我作为高3年级的重点班主任也被叫了过去。您放心，林默同学转到我们学校，我们一定给他最好的教育资源。秦老师，这位就是新同学林默，以后就在你的班里上课。你好，我叫秦江，是你的班主任。你好，这是我们家少爷之前的成绩单和各类竞赛的获奖证书。校长和办公室里其他老师接过文件一看，顿时齐刷刷的倒吸一口凉气。这是真的吗？这简直就是个天才啊！今年的全国状元非我们学校莫属了。什么天才？不过是最高级的外挂罢了。就在这时，林默突然看向我：秦老师，你身上好像有种很有趣的能量波动，我们以后可以好好交流一下。危险警告，已被对方系统锁定。林默转入我们班的第一天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他那张帅的人神共愤的脸和那份闪瞎人眼的履历，让他瞬间成了全校的焦点。又帅又聪明，这到底是什么神仙转校生？有什么了不起的？
说不定是假的呢。作为班主任，我象征性的组织了一场随堂小测验，想试试这个5级的系统到底有多强。试卷发下去，所有人都开始奋笔疾书，唯独林默靠在椅子上闭着眼睛，仿佛睡着了。同学，快做试卷吧。我已经做完了。可你连笔都没动。我也注意到了他的异常，皱着眉走了过去。林默同学，考试要认真对待。老师，我说真的，我已经做完了，在我的大脑里。不信的话，你可以现在就收卷，我保证全对。吹牛也不打草稿，在脑子里做完，你当你是电脑啊？既然你这么有自信，那就让我看看你的实力吧。我将他的空白试卷收了上来，然后当着全班的面开始念题目。我每念一道题目，林默就跟着说出答案，并且一字不差，直到最后的压轴大题。林默却突然开口了：“老师，这题的标准答案虽然没错，但解法太繁琐了。那你说说你的解法。”这道题可以用拉格朗日中值定理的推广形式构建一个辅助函数，证明过程可以简化7步，计算量减少80%。具体步骤是……他口若悬河，引经据典，说出了一种连我都需要思考一下才能理解的超纲解法。整个教室鸦雀无声。这就是全能学神系统的实力吗？他不是在帮宿主作弊，他是在直接创造一个神。常规的防作弊手段对他根本无效。老师，现在你相信了吗？这只是个开始。测验结束后，林默这个名字彻底在学校炸开了锅。他那神乎其技的解题能力让所有老师都叹为观止，将他奉为状元预备役。这简直是天才，思路太巧妙了。我教了20年书，第一次见到这么解题的。岂止是数学，我刚才拿了道物理竞赛题考他，他看了一眼就给出了3种解法。放学后，老师们都走光了，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还在刷题的林默。他所谓的刷题，就是眼睛看着题脊，手指在桌上飞快的敲动，仿佛在进行高速计算。你到底想做什么？没什么，我只是对你很好奇。我的系统告诉我，你是他在这个世界遇到的第一个同类。你知道我的？一个3级的防作弊系统，很有趣的定位，像个秩序守护者。可惜你太弱了。这是我第一次和一个系统宿主如此开诚布公的对话，他眼中的平静和理所当然，让我感到一阵寒意。他根本没把这当成秘密。你来我们学校就是为了找我？找你只是意外之喜。我的系统给我的终极任务是统治这个时代所有的考试，以绝对无敌的姿态拿到世界所有顶尖学府的录取通知，以证明它的完美。而你是这个游戏里出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可能造成干扰的漏洞。所以你想清楚我？直接清除太无聊了。我的系统建议和你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很简单，就以这次高考为赌局，看看是你这个守护者能保住你那些平庸的学生，还是我这个神能碾压一切规则。如果你赢了，我的系统会自愿降级，并永远离开这个区域。但如果你输了，你的系统就要被我吸收，成为我的进化养料。秦老师，你敢赌吗？如果输了，我的系统就会被吞噬，但我无法拒绝。我身后是千千万万像沈安一样靠努力奋斗获得成绩的学生，我接了。很好，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说完，他转身离开了办公室。我一个人瘫坐在椅子上，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3级对5级，实力差距太大了，常规方法根本赢不了。我必须想办法升级我的系统。提醒宿主，接受高阶系统对决邀请是高风险行为，但同样也是高回报机遇。什么意思？在对决期间，宿主每成功进行一次秩序守护行为，所获得的经验值将翻倍。并且系统商城将对宿主限时开放。我的眼前立刻出现了一个虚拟的光幕，上面罗列着各种闻所未闻的道具。这不就是氪金商店吗？可我的守护点数根本不够啊！宿主可通过完成系统发布的守护任务，快速获取守护点数。新任务已发布，挫败一次集体作弊行为。集体作弊。第2天，我像往常一样上课，但我敏锐地发现，班级后排有几个平时成绩吊车尾的学生，今天听课听得特别认真，眼神还时不时地交汇，显得鬼鬼祟祟。下课后，我装作整理讲义，悄悄开启了系统公务。很快，我就听到了那几个学生的窃窃私语。在我面前玩这个，你们还嫩了点。任务来了，我的守护点数也该到账了。联考当天，我主动申请监考我们班。走进考场，我一眼就看到了那几个准备搞事的家伙。我装作若无其事的在考场里巡视，心里却在跟我的系统沟通。系统，我问你，3级的系统干扰功能能覆盖他们所谓的答案接收器吗？可以，该设备使用的是低频无线电信号，系统干扰可对其进行有效屏蔽或篡改。请问宿主选择哪种方案？屏蔽太便宜他们了，选择篡改，我要给他们送一份大礼。与此同时，林默正坐在学校的监控室里，面前的屏幕显示着所有考场的画面。这就是你的应对吗？处理几个小喽啰，真是无趣。他的目光在屏幕上扫过，很快他发现了一个异常，在学校一处隐蔽的角落，一个鬼鬼祟祟的身影正拿着一个类似对讲机的设备，对着一张答案纸念念有词。原来如此，里应外合。开考10分钟后，我看到那3个学生的神情瞬间亮了起来，他们飞快地抄写着什么，脸上是抑制不住的狂喜。终于来了，这次稳了。他们以为自己抄的是正确答案，却不知道他们接收到的是经过我系统篡改后错的离谱的答案。抄得越快，死得越惨。
考试结束，铃声响起，那3个学生自信满满的交了卷，甚至还挑衅的看了我一眼。我没有理会他们，拿起他们的试卷，直接走向了在门口看戏的林默。这就是你所谓的无趣。在我看来，守护每一个角落的公平都很有趣。那3个作弊的学生最终受到了应有的处分，而我的系统也如期传来了提示：守护任务完成，获得守护点数500点。由于处于对决期间，经验值翻倍，共获得经验值400点。太好了，立刻进入系统商城。我毫不犹豫地兑换了规则漏洞分析仪和3张临时屏蔽卡，虽然点数瞬间清空，但手里有了底牌，我的信心也足了一些。林默的系统再强也是程序，只要是程序就一定有规则，有规则就一定有漏洞。然而我还是低估了林默和他那个5级系统的智慧，他根本不屑于玩那些小动作。第2天，一个重磅消息就在全校传开，省教育局的领导要来我们学校视察，还要亲自观摩林默同学的解题过程，我们学校一定会做好万全准备。这可是天大的荣耀啊！都是托了林默同学的福，我们学校这下要出名了。不对劲，这太反常了。教育局领导怎么会为了一个学生搞这么大阵仗？这背后一定是林默在搞鬼，他到底想做什么？就在这时，林默仿佛感应到了我的目光，抬头朝我的方向看了一眼。我也在这个时候想明白了，这是一招阳谋，他要当着所有领导和媒体的面展现他那神一样的能力，届时他的天才之名将彻底坐实，被官方盖章认证。那样一来，就算他在高考中取得任何匪夷所思的成绩，都不会有人再质疑，因为他是官方认证的天才。他这是要釜底抽薪，让我所有的防作弊努力都变成一个笑话。好狠的计策，他要把自己放到聚光灯下，让我根本没法对他使用任何手段。省教育局领导视察当天，学校大礼堂被布置得庄重而热烈，红色的横幅上写着热烈欢迎各位领导莅临指导。林默穿着一身笔挺的校服站在台上，这个学生真不错，光是这份气度就非同凡响。我坐在观众席的角落里，手心全是汗，我身旁的沈安也是一脸凝重。老师，这个林默真的有那么厉害吗？他给我的感觉不像是一个学生。他很强，但再强的人也一定有弱点。我死死盯着台上的林默，大脑在飞速运转。我的系统在对方的高等级系统压制下，扫描和干扰功能几乎失效，根本无法对他产生影响。规则漏洞分析仪也因为探测不到对方的详细数据而无法启动。难道我真的要输了吗？系统真的没有任何办法了吗？不计代价的分析他的一切。警告：强行分析高阶系统将导致本级能量剧烈消耗。正在分析中，发现关键信息全能学神系统虽然强大，但它有一个底层逻辑。它赋予宿主的是知识和算力，而不是人性。不赋予人性是什么意思啊？宿主林默的思维模式是绝对理性的，类似于人工智能，它能解决一切有逻辑的问题，但对于非逻辑和涉及情感以及创造力，甚至是人性弱点的领域，是它的知识盲区。人性、情感和创造力，我明白了，我终于找到它的破绽了。要用魔法打败魔法，不一定非要用神一样的能力才能打败神，我可以用人的方式打败他。各位领导，各位老师，我的声音瞬间吸引了全场的注意。林默同学的才华我们有目共睹，但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我认为考试不仅是考验知识水平，更考验心态和人文素养。我这里有一道题，不知道林默同学有没有兴趣挑战一下？我站起来的瞬间，所有人都愣住了，校长更是用眼神疯狂示意我坐下，但我无视了他，目光灼灼地看着林默。秦老师有什么题目，不妨说来听听。秦老师，不要拘束，我们就是想全方位地了解一下优秀学生。我的题目很简单，不是数理化，它是一个情景题。听到情景题3个字，林默的眉头几乎不可见地皱了一下。假设在高考的考场上，你身边的一位同学突然因为急性肠胃炎而晕倒在地，痛苦不堪。此时距离考试结束只剩下最后30分钟，你还有一道压轴大题没有做完，这道题的分值决定了你是否能成为省状元。请问林默同学，你会怎么做？这个问题一出，所有人都面面相觑，教育局的几位领导也露出了若有所思的表情。台上的林默第一次陷入了长久的沉默。系统快分析问题，最优解是什么？此问题不涉及任何知识点，无法计算标准答案。根据终极任务原则，一切以成为状元为最高优先级。建议回答继续答题，无视考生，此为最优效率解。但是这个答案，他能感觉到，如果他说出这个答案，台下那些人看他的眼神会立刻改变，那种改变不是他的系统能计算出来的。系统，如果我选择救人，对我的任务有什么影响？选择救人将浪费宝贵的答题时间，有 98.7% 的概率导致错失状元，任务失败，此为劣等选项。林默的脸上第一次出现了挣扎的表情，他可以计算出宇宙的星辰，却计算不出此刻人心的重量。林默同学怎么了？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吗？时间1分1秒的过去，林默的沉默让台下的气氛变得越来越古怪。林默同学，你快说啊！就说先救人，这是标准答案啊！但林默听不见，他的脑海里2个选项正在激烈交战，一个是系统给出的理性答案，一个是模糊无法量化的人性直觉。
他刚要说话，我便再次开口打断了他。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答案，但我知道在场的每一位同学心里都有自己的答案。教育的本质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是塑造人格。一个只懂得计算利弊而没有怜悯和同情心的人，即便他能解开世界上所有的难题，也不能称之为一个完整的人。我们培养的是未来社会的建设者，而不是一台冰冷没有感情的考试机器。我的话音刚落，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林默看着我，眼神里充满了震惊、迷茫，还有一丝他自己也无法理解的挫败感。我竟然输给了这样一道题！警告：宿主心境产生巨大波动，系统稳定性下降，完美学神形象出现裂痕，外界声望值下跌。这场精心策划的封神大会被我用一道简单的人性考题彻底击碎。他不仅没有被封神，反而暴露出了他最大的非人缺陷。林默的天才光环虽然还在，但多了一丝瑕疵，而我人性化教育的理念却意外的得到了领导的赞赏。我知道我和林默的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秦老师，你很得意吧？我只是说了一些实话而已。你成功的动摇了我，我的系统告诉我，我的心境出现了漏洞，这是前所未有的事情。为了修复这个漏洞，他给我发布了最终指令。什么指令？他说，既然逻辑和理性无法完全征服这个世界，那就用最纯粹、最压倒性的力量来碾碎一切。你什么意思啊？在即将到来的高考中，我的系统将解除所有限制，进入超频模式。它会将海量超越这个时代至少50年的知识强行灌输进我的大脑。那会怎么样？我将不再是一个学神，我将成为真正的神。我会在考卷上写下改变世界的公式，写下足以颠覆物理学大厦的理论。我要让这张高考试卷成为人类文明的转折点。我被他的话彻底镇住了，这已经不是作弊，这是疯了。你疯了！你的大脑根本承受不住那么庞大的信息量，你会死的。或许吧，但能在临死前看到这个世界为我震惊的表情，那也值得。秦老师，你阻止不了我。你的防作弊系统在真正的神迹面前，就像个可笑的玩具。他看着我，眼神里是最后的决绝。这场游戏的最后，要么我成为改变世界的神，要么我们一起毁灭。你准备好迎接结局了吗？高考当天，我作为监考老师走进了林默和沈安所在的考场，我的目光第一时间就锁定了林默。系统准备启动最终方案。收到，最终守护协议已启动。此方案一旦执行，将消耗本机所有能量，本系统将进入永久休眠。执行。考试开始的铃声响起，所有考生立刻开始白头答题。沈安眼神坚定，下笔沉稳，而林默的动作却快得超出了人类极限。他开始了。他的大脑正在进行着超越光速的运算，试卷上出现的是足以让任何一个顶尖科学家都为之疯狂的超前理论。快了，就快成功了，不能再等了，就是现在！使用临时屏蔽卡，目标林默。一道无形的屏障瞬间笼罩了林默。系统怎么回事？警告：检测到未知强力屏蔽，与知识库的链接被切断了。链接被切断了？怎么会这样？临时屏蔽卡的效果只有短短10秒，但对我来说已经足够了。系统启动最终协议，同源干扰。最终协议启动，以武之名守护此间公平，所有系统归于沉寂。他脑中的全能学神系统在这股同源能量的冲击下瞬间崩溃，化作无数数据流消散于无形。而林默在失去了系统的支撑后，大脑无法承受那超前知识的巨大负荷，两眼一黑，彻底晕了过去。守护成功，宿主再见。随着最后一个音节落下，我的系统也陷入了永恒的黑暗。一切都结束了，那场惊心动魄的高考最终没有出现什么神迹。林默因为在考场上压力过大晕倒而被送进了医院，他的试卷因为大片空白和无法理解的乱码而作废。今年的省状元是沈安，我也辞去老师的工作，考了个研究生。秦老师，哦不，现在应该叫秦师兄了。你小子都成大学里的风云人物了，还这么没大没小。在您面前，我永远是那个需要被您从天台上拉回来的学生。老师，谢谢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路是你自己走的，我只是个引路人，以后要靠你自己了。我们又寒暄了几句，告别沈安后，我来到了一家高级疗养院。在最顶层的 VIP 病房里，我见到了林默。那场系统崩溃摧毁了他被强行改造过的大脑，让他心智倒退到了孩童时期。大哥哥，你来看我了，你能给我讲个故事吗？这个故事我看不懂。好啊，我坐在他的床边，给他讲着小红帽和大灰狼的故事。系统究竟是通往成功的捷径，还是毁灭人性的毒药？或许这个世界本就不需要外挂，因为人生这张考卷最精彩的部分，永远是用我们自己的笔写下每一个奋斗的脚印。